银行那500万要是再还不上，他们就要走司法程序封冷库了。慌什么？你真以为这3个月我陆明在省城市区要饭的？这是月仙精品超市的直供订单，我死缠烂打跑了2个多月，陪那个采购部刘总喝了不下10场才拿到的独家名额。20块钱一斤，红颜草莓，收购价定在20块。老天，陆德宝以前介绍的那些贩子，最高也就给过8块钱啊！哼，我有冷库，有液氮预冷技术，咱们村800亩大棚出的那是精品红颜，只要摘下来2小时内压进低温，品质就是省内顶尖的。只要这笔单子跑通了，1个月的流水就能把银行的利息填平，全村人都能跟着我陆明换个活法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陆德旺那边，他在咱们村管了20年的草莓买卖，全村的销路都在他院子里，他能眼睁睁看着你断他的财路？既然是全村发财的好事，他没理由拦着大家。乡亲们，气象台已经发了橙色高温预警，红颜草莓多娇贵，大家心里清楚，摘下来不进冷库。在这种天底下，撑不过3个小时就得变酸变水，到时候果贩子看都不会看一眼。我刚从省城拿到了20块一斤的保供订单，我给大家开16块钱的保底代收价。放屁！陆明，你在这忽悠谁呢？20块的价，你一张嘴就要吃掉4块钱。这小子建个冷库带了500万，他这是要吸干乡亲们的血，去填他自己的大坑。他这不是帮大家，是想拿咱们大家的命去救他陆明一个人的命。就是，明哥。你这心也太黑了，1块钱辛苦费，你当你是在做慈善呢？那冷库电表转一圈得不少钱吧？陆德旺，那是正规银行贷款，是用来升级产业的，包装和预冷不需要钱吗？哼，少跟我扯那些虚的。大家听好了，我陆德王当了20年草莓买卖，就没见过这么抽水的。谁要是敢私下把果子卖给陆明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小叔，16块比那帮流氓果菜人开的8块高出1倍啊！你们到底是谁的脑子坏了？路我指给你们了，你们非要往火坑里跳。二强，你去年3万斤红颜烂在地头只能卖3块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嫌陆德文抽水抽得多？16块一斤，只要果子品质够，入库我就给钱。你们真的不签？明哥，你别在这拿大话压人了。陆叔找的果商虽然只给10块，但人家那是现款，没你这么多弯弯绕绕。你那冷库电费一天得几千块吧？不还是想从咱们身上刮油水？你还是操心操心你那500万怎么还吧，别把全村人都拉下水。哼，陆明啊，回乡创业是好事，但你不能拿亲情当生意做。20块吃4块，40万斤草莓就是160万，你这小子的胃口比果贩子还大呀！陆德旺，你这是要把全村人往死里整？高温一到没有冷控预冷，那10块钱你也拿不到，全得变成烂泥。哼，老子种草莓的时候你还没断奶呢，吓唬谁呀？乡亲们，别听陆明在那儿忽悠，他建冷库把自家的老宅和婚房全抵押给银行了。他现在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就等着拉你们下水帮他顶罪呢。谁卖给他，谁就是帮他背那500万的债。陆明，你小叔说的是真的，你把素清住的房子都押了。你当初不是说那是你自己攒的钱吗？那是为了资金周转，只要这一季精品果发出去，房产证立马就能拿回来。得了吧，你自己都顾不住了，还带我们发财？还是陆叔靠谱，起码人家没贷款，不坑自己人。既然你们觉得10块钱香，那就守着你们的草莓等死吧。陆明，小叔在村口说的那话是真的吗？你真的瞒着我，把咱们结婚的房子抵押了500万？素清，那是为了冷库的镍氮系统。只要这一季红颜草莓卖出去，咱们以后能做省城一辈子的生意。我不要什么一辈子的生意，我只要一个家。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去超市，隔壁王婶看我的眼神，像是在看一个骗子的婆娘。全村人都说你是黑心商人，说你要拿大家伙的血汗钱去赌你的大坑。你还要赌到什么时候？你非要让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才甘心吗？不是我在赌，是他们在赌。气象台更新了，明天地表温度要到40度，草莓只要离了秧，2个小时就开始变软变酸，然后变成一滩洪水。素清，等他们发现陆德王找来的那些人根本拉不走货的时候，
他们会跪着来求我开门。可小叔说了，谁敢跟你合作，就断了谁的分红，谁都不敢来。断分红？陆德旺找的那个果商叫钱满才，我看过他的车，3辆车里连压缩机都没装，那就是个骗子。等着吧，高温一到，草莓会烂，人心自然也会跟着烂，该来的躲不掉。龙湾村的朋友们，我是省城顺达商贸的钱满仲。听说你们这儿有人想拿冷库卡大家的脖子，我钱某人最看不得这种欺负老实人的事儿。我出40块1斤，现结，只要货好，有多少我要多少，绝不赊账。40块，老天爷，这比陆明的16块翻了2倍还多啊！钱老板才是真财神啊！钱老板，您真是及时雨，快，咱们这就去签供货合同，大伙儿都等不及了。签了合同，每个人先领1000块定金。我赶时间，省城的超市都在催货呢。别签，这车绝对有问题。陆明，你还没闹够吗？见不得乡亲们发财是不是？在这咒谁呢？小叔，你动动脑子。如果是真正的恒温冷链车，这种天气运行半小时，排气孔出的应该是热风。可这几辆车的机器连声音都不对，这车厢里根本没降温，这就是个铁皮大闷罐。草莓装进去，不出1个小时就得在里面蒸熟了。小兄弟，我这车是最新款的物理液氨降温系统，你懂行吗？没见过世面就别在这丢人现眼。陆明，你要点脸！人家钱老板给40块，你给16块，你就造谣说人家车是坏的，你就是想让大家把果子卖给你，好填你那个500万的债。40块1斤，钱老板，这种天气你买回去，除非是做果章，哪家精品超市会收蒸熟的草莓？哼，既然有人存心阻挠贸易，那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我换隔壁村收。别呀，钱老板，他就是个眼红的发疯的疯狗，我们这就把他撵走。大伙儿把陆明给我围起来，别让他冲撞了贵客。你再敢放一个响屁，我今天就把你那冷库的大门给焊死。陆明，刚才大王村那边打电话过来了，他们村长说愿意按16块签，货今晚就能拉过来。告诉大王村，我们要最硬、品质最好的果子，把咱们的库房全部填满。那咱们村这边的草莓真的不管了吗？那可是几十万斤啊，要是烂了，不管了。既然他们觉得40块钱的定金好拿，那就让他们拿着。高温橙色预警已经生效了，明天最高温能到42度，没有经过急速降温，直接装进那种铁皮车，草莓会在车厢里迅速发酵，变成一滩烂水。那钱老板发现货烂了，不给钱怎么办？他要的就是烂果，因为烂了果子，他就有借口拿着合同去银行申请担保理赔。他在乎的是合同，不是果子。钱一到账，他就会跑。关门！从现在起，不管是陆德旺还是2强，谁来敲门都别开。来，签了名的，1人领1000块定金，明天大车直接进地头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哈哈，钱老板讲究，这才是干大事的人，不像某些人还没挣钱就先算计咱们的辛苦钱。乡亲们，千万不能签啊！陆明让我告诉大家，那合同背面有隐藏的资产担保条款，签了就等于把大棚抵押了。哪来的疯婆娘在这乱吠？陆明没本事，就让你这个女人来捣乱。你以为狼湾村是你撒野的地方？再敢在这多说一个字儿，老子连你一块打！陆德旺，你竟然推她，她是你亲侄媳妇儿，推了又怎么样？你挡着全村人发财，你就是拉湾村的公敌，谁挡路我就推谁。就是，陆明，赶紧带你老婆滚，看着就晦气，别影响我们领钱。好，我走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把你们当人看。陆德旺，祝你今晚睡个好觉。钱老板，希望你跑得足够快。陆明哥，大王村那边全都敲定了，他们的货车已经在路上了。好，告诉仓库今晚连夜入库，液氮系统开到最大，天亮前必须把果心温度压到4度以下。另外，把冷库的备用柴油发电机检查一遍，油加满。明天高温爆发，如果龙碗村那帮人想抢电，直接切断他们的供电主路。既然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连夜转场，钱满碗这只老狐狸，这是打算在天亮前就把合同和定金的事儿做死。你这一交，我会让他们用10年的收成来赔。
陆明哥，大王村的20万斤果子已经入库完毕了。刚才我去村口看了一眼，龙安村那边也开始忙活了。陆德旺这是觉得胜券在握了。刘哥，帮我查个事儿，我要钱满堂在省城的真实注册地址。陆明，看见没？钱老板的大车已经在排队了，你那朗库留着给自己装脸吧。哈哈，等大伙儿拿了全款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这破库给拆了。把备用电源切到手动模式，一会儿只要电压不稳，立刻断开龙湾村的供电线路。他这就要跑了，还没拉货呢。他不需要货，只要合同在手，他去银行转一圈，这钱就是他的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气象预报说10点钟温度会突破39度。去大王村那边，再盯着最后几车入库。龙湾村这边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别开门。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你们还是选择陆德旺，那就陪他一起沉下去吧。快，乡亲们动作再快点！40块钱1斤呢，这就跟捡钱一样。钱老板的车队马上就到第2批了。都给我停下！别摘了，再摘就真的全废了。陆明，你还没死心呢？怎么看我们采果你眼红啊？还是你那冷库空的能养鬼，想来求我们分你点货？陆德旺，你给我睁开眼看清楚，这是我连夜从工商部门拿到的。钱满杆真名叫钱国才，他在隔壁县早就背着诈欺案底了。他去年在柳河村就是用这一招，骗你们签供货合同，然后拿合同去银行套取农业扶持贷，钱一到手人就跑。他根本不需要草莓，他要的是你们按在合同上的红手印儿。陆明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今天39度，草莓不出棚，难道留在秧里烤熟？你那冷库没生意，就想编这种破烂故事来吓唬人？就是因为39度，草莓只要离了秧，在这太阳底下晒2小时就会烂。钱满管的车根本没开机器，他就是想让你们亲手毁了这些果子，好让他赖账。陆明，你这人就是典型的红眼病。人家钱老板给了1万块定金在陆叔手里，那是能作假的？真金白银在这摆着。你拿几张废纸就想坏了大伙的财路？大家伙别听他的，1万块钱定金就在咱们手里，白纸黑字写着40块1斤，你拿这几张破纸在这糊弄谁呢？滚！公章，公章，你花20块钱在街边找个刻章的，谁不会刻？乡亲们，他就是眼红，他那16块钱的垃圾价没人要。他现在就是见不得别人挣大钱。走开，走开，别挡着我们数钱。行，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陆德旺，你今天把全村的果子拉出来，明天你就得跪在地上把他们亲手埋了。陆老板，你的生意不怎么样，这管闲事的本事倒是全镇第一啊！听见没有？连外人都看不下去了。你这种不孝子，在这砸长辈的场子，你爹要是活着都得被你气死。陆德旺，我最后说一次，这车厢里根本没接制冷，这是闷罐，果子装进去2个小时就会发酵。你再敢阻拦一下试试，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这村里谁说了算。陆主任，看来贵村的家教不怎么样啊！滚吧，陆明，别在这碍眼。行，既然你们觉得钱老板的闷罐子比我的液氮冷库香，那就继续装。明天你要是能拿到1分钱，我陆明把冷库送给你。陆明，咱们真的不管了？那可是全村今年的收成啊！我拦了3次，证据甩在他们脸上，他们说那是假公章。既然大家觉得40块的价格值得去搏，那就去搏。大王村的货今晚入库，把门锁死。乡亲们，咱们龙湾村不能让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给毁了。
砸了这黑心冷库！陆德旺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咱们村的希望，你们这是在自绝后路啊！去你妈的希望！这冷库建在咱们村的地头上，走的是咱们村的路。就是，把门给我撬了，让陆明的缩头乌龟滚出来给大伙儿说法。陆德旺，带着这帮人滚！陆明，你今天必须把冷库给我腾出来，让钱老板的货车进去下货降温，否则我就带人停了你这个破地方。陆德旺，你到现在还没发现吗？那3辆车根本就没打算走。你们今天敢动这铁门的一根喇刨，我就能让你们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少在这吓唬人！大伙儿别怕他，他身上背着500万的高利贷，他比咱们更怕进局子。砸！出了天大的事儿，我这个当叔的顶着，给我使劲砸！我让你挡！陆德旺，这一扁担下去，轻了是故意伤害，重了就是过失杀人，3年起步，最高死刑。你这一把年纪了，真打算去监狱里安度晚年？谁还要动手？我这冷库四周装了8个高清红外监控，刚才每一个人的脸我都拍得清清楚楚。我这儿光设备就值几百万，只要你们敢砸一块玻璃，我立马报警立案。哼，几百万的赔偿，你们谁家拿得出来？命是你们自己的，钱也是你们自己的。想跟着陆德旺作死，我陆明绝不拦着。陆叔，咱们要不先撤吧？反正钱老板说下午就发车去省城了，咱们没必要在这跟这疯子硬碰硬。等大伙拿了40块钱的高价，咱们再回来羞辱他也不迟。陆明，你给我记牢了，你这辈子也别指望龙湾村的人再卖给你一颗草莓。走，咱们不跟这心术不正的小王八蛋一般见识。陆明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这把老骨头没用，护不住你这冷库。连你的招牌都让人砸变了形，不关你的事儿，是这帮人疯了。报警吧，陆明，咱们有证据，这是寻衅滋事，是入室破坏啊！报了也没用，警察来了顶多给个治安处罚。回过头陆德旺一煽动，这帮人只会觉得是我陆明不念旧情，以后更难办。那咱们就这么算了吗？那可是咱们陆家的招牌啊！招牌碎了可以重做。墙脏了可以重刷，但是今天这帮人是怎么对我们的，你一定要记在脑子里，因为不需要等太久，他们就会用这双砸招牌的手来跪着求这一扇铁门打开。求？他们现在可是指望着钱老板那40块1斤的大买卖呢，怎么会回来求你？大王村的车快到了，咱们进去准备。陆明哥，我刚才顺便去地头绕了一圈，那3辆货车还在那儿停着，动也没动。离得老远，我就闻到一股子那种甜腻发酸的味道。我看见几个村民正在那儿跟司机吵，说车厢里在滴水。38度的高温把草莓闷进铁皮车厢，里面现在的温度恐怕已经到50度了。那些滴下来的水不是水，那是这帮人的血。钱满强的电话是不是打不通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陆德旺在路边都快急疯了，手机都摔了2次。通知省城那边，大王村的第1批精品红颜已经入库冷藏完毕，随时可以发货。至于龙安村，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惩罚，我陆明从来不负责帮死人收尸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还是关机。钱老板，你他妈倒是接电话呀！你答应大家的40块钱呢？钱满馆，你个骗子！你给老子出来！烂了，全他妈烂了！30万斤红颜呀！钱满馆，你这个千刀万剐的王八蛋，你还大家伙的命啊！陆老板，不得不说，你的眼光和技术确实厉害。大王村这批草莓进场的时候，果心温度刚好是4度，口感和硬度简直完美。赵总过奖了，精品农业就是要跟时间赛跑，我的液氮急速降温系统就是为了抢这2小时。好，
就按咱们签的补充协议，后面只要是这个品质，我有多少收多少。款项我已经让财务走加急了，你查收一下。陆明哥，成了！大王村第一单的结余款到账了，纯利润35万，咱们能还清银行下个季度的利息，还能剩下一大笔周转金。知道了。陆明，你出来！小叔求求你，救救这全村的老少爷们儿吧！前满仔那是个骗子，他跑了，车里的果子全烂了呀！不，陆明，你收了吧，10块钱一斤不，3块钱一斤也行。只要你现在肯开库门，让大伙儿把剩下的果子放进去，你就是咱们龙湾村的救世主啊！陆德旺，我说过我是黑心商人，我这里的冷库不装垃圾。把大门焊死，除了大王村的车，一根头发丝也不准放进来。陆明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这是龙湾村全村的本钱啊！本钱是你们自己卖给骗子的，路是你们选的，烂了就得自己吞下去。陆明哥，成了！大王村这一批30万斤精品红盐，刚才赵总那边已经把尾款全结了，扣掉冷链成本、包装和给乡亲们的收购款，咱们这一单纯利整整20万。陆明啊，你真是我们村的活财神！要是没有你这冷库，这天底下谁能想到咱们大王村的草莓能卖到省城20块一斤啊？王叔，是你们的果子底子好，我只是做了点技术处理。以前那些果贩子只给咱们8、9块，还要被他们挑肥拣瘦。跟着你，咱们全村今年都能换新家电了。同样是地头出的果子，有的进了省城精品店，有的只能烂在烂泥里。还是打不通，钱满换，你这是要了全村人的命啊！叔，别打那没用的电话了。刚才我带人去县城那个办事处看了，那就是个临时租的门面，早特么人去楼空了。连看门的保安都说，那人连夜就把东西搬走了。我的5万斤红盐啊，全是借钱种的呀，这就成了一堆臭泥了。陆明，你出来呀！救救大伙吧！钱满赶跑了，那王八蛋是骗子，连车都没装压缩机，全村的草莓全在太阳底下晒成烂浆了呀！明哥，求求你开门吧！收了吧，5块钱一斤，不3块钱也行。只要你能收了这些货，你就是咱们村的再生父母啊！大侄子，你看在陆家祖宗的份上，帮帮忙吧！小叔，昨天你们砸我招牌的时候，我有没有提醒过你们？大伙儿那时候是被猪油蒙了心，被钱满的笋子骗了呀！昨天你们说我是黑心商人，说我卡全村人的脖子，现在我这冷库已经爆满了，全是大王村刚才入库的精品果。我这地方是装红盐草莓的，不是装发酵垃圾的。陆明，那可是全村人的命啊！你要见死不救吗？现在知道疼了。当初砸我招牌推我妻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条路是死是活？小车，把大门焊死。从今天起，龙湾村的人一个都不准进来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陆德旺，是你吧？是我。有人实名举报你们，你们大规模露天堆放易腐农产品，产生的渗微液已经污染了下游的灌溉渠。这是环保处罚单，因严重违反公共卫生和水土保护条例，限期24小时内清理完毕。还要罚钱？罚款5万块，作为环境修复基金。如果逾期不清，每过1天罚款翻倍。陆德旺，你个老王八蛋！
是你拍着胸脯说钱老板靠谱的，现在果子全烂了，每户还要背2万5的债，现在又要交环保罚款，你把大伙儿往死路上推呀！我也是为了大家伙挣大钱呀，谁知道那钱满当是个跑路的骗子！大家伙冷静点，输他也不想的呀！冷静个屁！陆明昨天拿着证据来，你二强是怎么骂人家的？你说人家红眼病，现在人家大王村把钱都揣兜里了，咱们在这数烂泥。陆德旺，陆德旺，你个丧门星，你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去给那个骗子撑场面了，现在银行催债的都快上门了，你还在这装死？别吵了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去求陆明啊？去求那个被你带头砸了招牌的亲侄子啊？求他？他刚才当着全村的面说他不收垃圾。都怪陆明，他明明知道真相，却眼睁睁看着咱们跳坑，他这是要借刀杀人呢！王老板，您再给抬点价吧，这好歹是红颜草莓，虽然软了点，但做嘎浆还是顶级的。红颜？现在这地里一股醋味儿，你跟我说是金苹果，3块钱一斤，就这价，爱卖不卖，我还要挑拣一下，烂透的我可不要。3块，当初陆明给的代售价可是16块啊！那你去找陆明啊，你看他现在收不收你的货？兄弟，我这可是冒着被环保局罚款的风险来帮你收烂摊子，知足吧。哼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二强，你长点脑子行不行？我那是为了谁？我不也是想挣那40块钱带你买金项链吗？40块，你那是想钱想疯了。你砸人家陆明招牌的时候多威风啊！现在呢？咱们家5万金果，卖给贩子才换了1万多块钱。那银行的5万块债怎么还？明年的肥料钱在哪儿？陆明那个畜生，他就是故意的。人家救过你多少次？是你自己把活路作死了。我回娘家了，什么时候债清了，你什么时候再来找我。不收是吧？想看咱们的笑话是吧？德旺叔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！大王村那些人现在见了咱们，鼻孔都朝天。他不收，咱们就让他收不了。明天开始，谁也不准去清理地里的烂果，就让他在那臭着，恶臭引来邻村举报。我看他那高大上的精品生鲜单子怎么交货。臭，太臭了。二强，这果子都长毛了，全是绿色的霉点子，晒干了也没人要啊！闭嘴！这是大伙最后的本钱。陆德旺说了，只要晒干了，总能卖给那些收干果的。陆德旺，你们龙湾村的人是死绝了吗？这股烂果子的臭味顺着风飘了3里地，我们村的水井都有一股甜酸味了。你们这是在投毒！那是咱们村的私产，咱们晒果干碍着你们谁了？碍着公共安全了。陆德旺，之前给你开的5万罚单还没交，现在邻村集体投诉你们造成环境公害。如果明天再不把这些发霉的废弃物处理掉，我们将直接查封龙湾村的供电线路。这帮人真是宁愿让他烂在房顶上臭全村，也不愿意承认跟自己错了。陆明哥，龙湾村现在成了全镇的笑柄。我昨天去镇上开会，人家都叫那里腐肉村。人总是这样，当他们无法接受失败时，就会通过互相伤害来寻找心理平衡。那是霉菌孢子，再不处理，龙湾村的大棚土质3年内别想种出任何精品。那咱们还是不管？我说过，我不收垃圾。继续扩建2期冷库。既然龙湾村腾出了市场份额，咱们得把它全吃掉。陆老板，您放心，这次咱们用的是最先进的牙王库板，保温效果比1期还要提升30%。液氮储备罐的基座要再加固，
我要确保明年这个时候，哪怕全镇的供电都断了，我这里的温度也得死死定在0度以下。大手笔，陆老板，您这是要把全镇的精品果生意全捏在手里啊？生意本来就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做的。陆明，你看，这是咱们村刚提的新车，以后专门用来给冷库送样果。大家伙说了，今年跟着陆明发了财，一定要过来请大家吃顿好的。都精神点儿！今天不仅是来送礼，更是来签明年的长期合作协议的。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大王村的订单能圆满完成，离不开各位的盯梢。就说，这是给你的特殊奖金。那晚你守着发电机没合眼，我记在心里。陆明，这都是我该干的。奖励是因为大家守了规矩，只要守我的规矩，我陆明就能让你们在这10里8乡横着走。大伙儿都瞧瞧，这就是咱们这1年的指望，全烂了，全发了霉了。你们真以为是前门岗那个骗子害了咱们？错，大错特错！真正想让咱们倾家荡产的是陆明。二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当初是陆明拿证据过来劝咱们的呀？劝他那是假慈悲。他手里握着省城最大的订单，他的冷库大的能装下全镇的果子，可他宁愿去收隔壁村的，也不拉咱们一把。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要眼睁睁看着咱们的果子烂在地里，看着咱们背上银行的债。陆明哥，二强在那边大树底下胡说八道呢。他说你是为了侵吞村里的土地，才故意设局让钱满环骗咱们。随他去。人这种动物，在面对自己愚蠢导致的后果时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找一个能让他恨的替罪羊。二强需要一个借口来逃避媳妇儿的咒骂，村民需要一个靶子来发泄破产的愤怒，而我刚好有那冷库，适合当这个靶子。可要是任由他这么煽风点火，我怕村民会做出出格的事儿。这就叫草莓红了，人心黑了。酸臭味不仅在房顶上，更在他们的脑子里。继续盯着大王村的货，大门守紧了。这出戏还没到最精彩的时候。王老板，咱们也是老相识了。龙湾村比红岩虽然说出了点小意外，但有些大棚里的货还是能挑出点好果子的。老陆，你这身上哪来的一股醋味？赶紧拿走！哼，你那点破事全镇谁不知道？几十万斤草莓全烂在车里滴洪水，那玩意儿拉回去做化肥都嫌酸。省城的精品渠道现在全在陆明手里，谁敢收你的烂摊子？王老板，求你了，5块钱，不，2块钱1斤，只要你肯拉走，帮大伙儿换点买种子的钱就行。没成，全镇的果商一听是龙湾村的果子，连门都不让进。那咱们今年就算彻底绝后了。陆叔，你当时可是说这钱稳赚的。那是钱满馆骗了咱们，可陆明有冷枪却见死不救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全村的生活都停了，大棚里的残次苗没人清理，地都快臭了。这种日子，只要陆明还在一天，咱们就没好日子过。陆德邦，还有在场的各位，关于你们签署的顺达商贸联名供货担保协议，由于借款主体失踪，担保条款已经正式激活，全村共计80万元的信用缺口，分摊到每户头上是5万块，从下周1开始是扣款。5万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钱啊！地里的草莓全烂了，拿什么还？500万的冷库，如果我们的80万是地狱，那他陆明的500万就是催命符。要是他的库也没了，咱们这债是不是就不用还了？陆老板讲究，这钱给的又快又准，跟着陆老板干，咱们大王村今天算是活过来了。都慢点些，陆明说了，品质第一，只要守规矩，奖金少不了大家的。想要一口咬碎我，
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牙口。说那边的供电线路我摸清楚了，就在村东头那排老槐树后面，那是冷空的总线。陆明现在风头正顺，大王村的人把他当神供着。要是他的冷库出了事儿，那几十万斤果子要是全变了臭水，省城那个大老板绝对会跟他撕破脸。到时候他那500万贷款就会压死他，咱们烂了果子，他得赔上命。只要咔嚓一下，6个小时内不来电，那些精品红颜就全是垃圾。九叔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变质的人心。陆明，那可是总线，要是真让他们焦断了，咱们的页岩泵一旦停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发电机已经预热好了，监控也做了云端同步。他们以为是去回我的生意，其实他们是在去给自己领入场券。监狱的入场券，路是他们选的，最后这把火，我帮他们点着。二强，看清楚没？这领矿的命门不在里头，在村东头那个变压器上。叔，那可是高压电，弄不好要出人命的。咱们真要干这么绝？绝？哼！他不让咱们活的时候，想过绝不绝？他陆明现在靠着大王村的草莓发大财，咱们在那数烂泥，你甘心？我打听过了，他那冷库里的液氮泵24小时不能停，只要咱们把那几根铜线绞断了，冷库停电超过6个小时，里头的精品果子就全得变成洪水。停电6小时，那可是几十万斤的货，省城那边要是收不到货，陆明就得赔得倾家荡产。没错，到时候他那500万贷款，银行能把他皮都扒了。这里头是绝缘钳和手套，今晚2点，天最黑的时候动手。妈的，干了！老子过不上好日子，他也别想风光。九叔，你说陆德旺那种人，眼睁睁看着我挣钱，他能忍几天？陆明，这2天我总觉得心惊肉跳的。陆德旺那老小子从小就心术不正，咱们得防着他玩阴的。防着呢。既然他想玩火，我就送他去火坑里待着。后院那台30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，油是满的吧？满的。下午刚检查过，只要一断电，3秒钟就能自动再卡供电。这就好。陆德旺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，看你今晚拿什么来回我的生意。陆明，别怪兄弟心狠。是你先不给大伙活路的。去死吧！陆明，停电了，3号库的温度报警器在响。急什么？动作还挺快。九叔，你盯着发电机，我出去接客。你一个人行吗？他们以为捡的是我的财路，其实捡的是他们自己的活路。看着这一地的火花残渣，我甚至想笑。陆德旺，你这种老派的反派，脑子里永远只有断电放火这几招。你以为捡了这根线，我那500万就打水漂了？不好意思，老子不仅有发电机，还有你看不见的眼睛。二强啊二强，你真是连做贼都带着股烂泥扶不上墙的穷县味儿。龙湾村除了你，谁还会穿着这件破了3个洞的红背心到处晃悠？拍到了吗？陆叔，我听说昨晚冷库那边变压器炸了，这天这么热，没电，那果子还不烂透了？哟，真的假的？那冷库里可全是大王村的精品果啊！要是烂了，陆明拿什么赔给省城大老板？那是500万的货啊！陆明要是栽了，大王村的人不得找他拼命？走，大伙儿跟我去瞧瞧，好歹大家都是邻居，咱们得去关心关心咱们的大老板啊！对，赶紧去，去晚了恐怕连烂浆子都看不到了。陆明哥，变压器切口整齐，
供电所的人说是用液压钳剪的，警察已经在路上了，咱们现在就把视频交出去。急什么？既然陆德旺想看戏，我就让他当回主角。二强那小子，恐怕到现在都还没发现自己衣服少了一块。九叔，让工人们正常装车，别让他们看出咱们停过电。陆明，听说昨晚电路出大事了，我这当叔的心里急呀。你那库里的草莓没化成水吧？哎呀，明哥，你这冷库大风哥怎么没动静啊？是不是坏了？要不要大伙帮你进去清理清理那堆臭烂泥？陆德旺、二强，看你们这红光满面的样子，昨晚睡得挺香吧？我当然睡得香，我又没欠银行500万。是吗？那你这件灰衬衫下面那件红背心去哪了？什么红背心？早洗了。陆德旺，你不是想关心我吗？昨晚凌晨2点03分，有个蒙着脸的畜生，穿着一件破洞红背心，拿了一把大力剪绞断了冷库的总电缆。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，没凭没据的，你凭什么赖好人？没证据。看清楚了，这个镜头就在变压器对面的树杈上。虽然蒙了脸，但你这内八字的走法，还有这背身上挂掉的一块布，二强，你需不需要我当众给你比对一下？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剪了监控线。你剪的是明线，我装的是隐藏的工业级监控。陆德旺，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老子回乡创业，带的是省城最尖端的技术，不是你那一套撒泼打滚的土办法。谁报了警？说是有人蓄意破坏公共电力设施。警官，是我。视频证据和现场捡到的嫌疑人衣物残片都在这儿。警察同志，二强，蓄意破坏电力设施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，你这一辈子怕是都要交代在里面了。视频里的人是不是你？你昨晚2点在哪儿？陆叔，救我！你快帮我说句话呀！警官，这绝对是误会。二强这孩子老实巴交的，他昨晚一直跟我在一起。昨天咱们爷俩喝多了，二强就在我家偏房睡了一宿。2点钟我起夜还看他打呼噜呢。陆明这监控拍的模糊，不能凭一件烂背心就冤枉好人啊！陆德旺，你确定要替他做这个伪证？什么叫伪证？我是实事求是，我是他叔，我亲眼看见他在家睡觉，我不能眼睁看着你害他。有意思。陆德旺，你本来只是个从犯，现在你跳出来做伪证，那就是罪加一等。警官，辛苦了。既然陆德旺说二强在他家睡觉，那你们带他回去做笔录的时候，别忘了顺便搜一下他家的后院。我猜，那把有电环烧焦痕迹的大力剪，应该还没来得及处理吧？你俩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听说了吗？他俩昨晚录了一晚上皮问，幸亏没造成实际损失，加上村里联名担保，交了罚款才放回来。大王村那边的人说，陆明那个监控是直接连着省城安保公司的。可不是嘛，听说那是高科技，能实时人脸，还能自动报警。昨晚的事儿悬了。放屁！黑灯瞎火的，蒙着脸呢，他认得个鬼！闭嘴！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只要咱们死不承认，他能拿咱们怎么样？陆明，警察那边刚打电话问情况，咱们现在就把视频交过去。不急，九叔，有些鸟得等它翅膀彻底软了，抓起来才受用。乡亲们，昨晚的事儿想必大家都听说了。工验局的专家说，这是蓄意破坏。要是库里那50万斤红烟草被化了水，这就不是村里的小事儿，而是特大的刑事案件。二强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，被什么脏东西吓着了？我那是中暑了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。中暑了就多休息。我这监控录像挺有意思的，要不你进来一起帮我复核一下？陆明，你少在这吓唬孩子，有证据就报警，没证据就别在这喷粪。小叔别急啊，这视频我存了3份云端，丢不了，咱们慢慢玩。九叔，去大王村运几筐最好的草莓给乡亲们尝尝。
顺便告诉大家，监狱里的伙食可没这草莓甜。叔，要不咱们投案自首吧？他刚才拍我肩膀那2下，我感觉像被阎王爷勾了魂一样。你个没种的货！自首！你一进去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他陆明要是真有证据，早就带警察抓人了。他现在就是玩心理战，想炸咱们。这法律啊，有时候挺有意思。主犯和从犯判的年头可差不少。要是主动交代，还能算个立功表现，减个3、5年刑期都不成问题。陆老板，要是那破坏电压器的抓着了，真要坐牢啊？坐牢那是最轻的，50万斤金苹果价值100万，破坏电力设施罪那是10年起步。哎，你们说，要是有人被判了10年，他家那几亩地是不是得充公啊？充什么公？谁要充公？你们少在这咒老子！10年，老子还没娶媳妇呢，10年出来都成老头了。叔，我不干了，那钱我1分都不要了。陆明说明天警察就要带测谎仪进村了，我这脑子哪能骗得过机器啊？叔，你救救我，我真的不想吃牢饭。你鬼叫什么？什么测谎仪？他骗小孩的。你现在去投案，你就是主犯。是我给你的剪刀，但我可没让你真剪啊。叔，你的意思是，到时候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？陆明，这二强都快疯了，咱们再不报警，我怕他真会干出什么同归于尽的事儿。同归于尽，他也得有那个胆子。这种人坏在骨子里，但又怂到了心尖上。我要的不是他坐牢，我要的是龙安村这根刺彻底拔出来。明天一早，在大门口拉个横幅，写上普法宣传日，再请2个镇上的老法律顾问过来坐镇。乡亲们，法律不是摆设，今天我请了专家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共同犯罪。凡是参与谋划、提供工具、现场实施的，在法律上都难逃法网。二强，你也过来听听，看看你这情况，在牢里该怎么去减刑。陆明，你够狠！根据刑法规定，破坏电力设备罪，只要足以危害公共安全，就是重罪。更何况，陆老板冷库里有50万斤精品红颜草莓，总产值评估在200万元人民币以上。200万，那得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小叔，你也是村里的老前辈了，你给评评理。200万的直接损失，加上破坏国家电网，这性质恶劣到了极点。按照这个数额和情节，最高可以判死刑，最起码也是个无期或者10年以上。陆明，你少在这儿信口开河。什么200万，那就是几筐烂果子。烂果子，那是我在省城签了保供协议的精品红颜，违约金都要100万。法律讲的是数额，不是讲你那点可怜的亲情。主谋和帮凶在牢里待的时间虽然不一样，但那10年大牢，怕是你们谁也逃不掉。二强，你是想在这里头待10年，还是想出来见见你那还没结婚的对象？想清楚了。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死啊！二强，警察的车已经到村口了，你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，那是投案自首。我全说，是陆德旺，是这个老娃他指使我干的，是他教我怎么敲培平箱，是他给我买了大力碱，是他告诉我只要剪了线，陆明就得破产。他说事成之后分我2万块。陆明哥，我是一时糊涂啊，求求你别送我去坐牢。那个大力碱现在就在他家后院的鸡圈底下埋着。陆德旺，你个老畜生，你刚才还想让我一个人顶包。你个反骨仔，你血口喷人，老子什么时候指使你了？小叔，
现在你还想说什么？除了监控，我还在变压器下面放了个微型录音机，你要不要听听你昨晚指挥二强的时候那语气有多威风？大家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带头人，为了私心，他能把全村人的命根子都搭进去，带着警察去陆德旺家搜剪子。至于能不能减刑，看你自己的表现。乡亲们，咱们之前确实鲁莽了。陆明那小子现在手里捏着监控，咱们硬碰硬肯定吃亏。叔，那咱们就这么认栽了？警察天天在村口晃，我这心里直发毛。哼，认栽？龙湾村的土生不出怂包，他那冷空建在咱们的地界上，占的是咱们全村人的资源。咱们换个法子，既然他在这儿赚钱，那这生意就得有咱们一份儿。您的意思是，咱们去要股份？这就叫土地入股。冷矿那块地本就是村里的集体资产，凭什么好处都让他一个人占了？陆明，这帮人怎么又回来了？陆明啊，小叔想通了，之前断电那是意外，但咱们今天过来，是代表龙湾村全体村民，跟你谈谈这冷库的长远发展。小叔，谈发展还是谈分钱？直接点，我挺忙的。既然你挑明了，那我也直说，这冷库占的是龙湾村的集体用地，用的是全村的配套资源。咱们大家伙合计了一下，这冷库得算咱们全村人入股。对，土地入股，平分利润。你陆明赚的每一分钱，里面都沾着咱们龙湾村的土气，必须平分。平分利润，入股，没错，大家伙都不容易。你吃肉总得给村里留口汤吧？我们要利润平分。陆明，你别不说话，这地是祖宗留下的，全村人都有份儿。咱们的要求也不高，这冷库以后的纯利润你占3成，咱们村集里占7成，7成都是便宜你了。要我说，你这技术要是敢不交给大伙儿，咱们现在就把土地收回来，平分收益，收回土地，平分收益，收回土地，收回土地。二强，你法律书看少了吧？小叔，你说这地是全村人的，那我问你，当年这块地荒着长野草的时候，村里怎么不收回去种草莓？那是以前，现在你盖了房，这就成了全村的产业。产业？我投了500万进去。冷库一砖一瓦、液氮机组、备用发电机，哪一样是你们出的钱？不管是谁出的钱，地是咱们的，没这块地，你建个屁！我现在就代表村民通知你，由于你恶意压榨乡亲，我们现在要收回这块地的使用权，限你3天之内带着你的破烂机器滚出龙湾村，不走的话，咱们就按村规旧规直接推平了这里。陆明，别怪小叔狠。要么给村里7成分红，要么你就卷铺盖卷走人，你自己选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发毛且不要脸的。想要分红，想要收地，行，你们在这儿等着。陆明，这帮人真要拆房子怎么办？九叔，去把保险柜里的那叠红头文件拿出来。既然要讲理，咱们就好好讲。瞧见没？到底是大学生，见咱们真要收地，立马就缩回去了。小叔，睁大你的老花眼，看清楚，这是3年前我跟村委会镇国土树签的30年土地租赁合同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租赁期间，土地使用权属我个人所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干涉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5年前一次性预交给村里的12万土地补偿款和5年租金。这是以前的合同，不作数，不作数，上面盖的是镇政府的公章。陆德旺，你告诉我什么作数？你那张只会放屁的嘴作数吗？地是租的又怎么样？路可是咱们龙湾村开出来的。路
二强，你记性真是被狗吃了。这500米长的水泥路，当初全是烂泥地，是我陆明自己掏了38000块钱，请施工队连夜铺出来的。发票就在这儿，合工合同也在。我问你，龙湾村出过1块砖，还是出过1袋水泥？那电费，每个月3000多块，都是我陆明自掏腰包去供电处交的。地是我租的，钱是我缴的，路是我铺的。你们这帮人，除了当初砸我的大门，还给这冷库贡献过什么？既然你们刚才提到了收回土地，那我也正式给你们提个醒。刚才咱们谈话的过程，所有的画面和声音，都已经通过大门口的工业摄像头实时上传到了云端服务器。二强，你刚才说要推平我的冷库，这在法律上叫恐吓和意图破坏公司财物。我那是开玩笑的，陆明，你别整天拿着法律吓唬人。开玩笑？行，陆德旺，你是村里的干部，你应该明白非法侵占私产是什么罪名。只要你们今天敢往前踏出一步，我立马申请查封全村所有大棚的流动资金，作为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保全申请。陆明，你疯了！查封全村，你这是要把大家往死路上逼！是谁先想把我往死路上逼的？是谁想分我70%利润的？乡亲们，我陆明回乡，本想带着大家做高端精品草莓，可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，除了嫉妒和抢夺，你们脑子里还有什么？只要有人敢非法强闯，证据会自动推送到镇派出所。陆明，你太绝了！咱们走。我这冷库价值500万，谁要是觉得自己命硬能赔得起，尽管上来试试。这帮软骨头，见钱眼开，见法眼闭，真是活该烂在地里。就说跟这种人不能讲情分，只能讲规矩。陆明哥，其实咱们如果分给他们一点小利，是不是后续收果子能更顺当点？分利？以前我给过他们利。我开价16块的时候，我代收只挣1块的时候，我把利润全留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对我的？他们砸我的门，泼我的漆，剪我的电线。人心这种东西，不能喂得太饱，喂得太饱了，他们就觉得自己是主人，而我是那个活该被宰的羊。现在没门儿，大王村的第4批货明天就要到了。至于龙湾村，等银行信贷进村的那天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强盗逻辑。哟，刘主任，您今儿怎么有空亲自下乡了？是不是陆明的冷库的500万贷款出问题了？我就说嘛，那小子步子迈得太大，迟早要栽。陆德旺，你想错了。陆明的贷款现在是咱们行的优等资产，他不仅按时还息，还提前结清了第1笔本金。今天我们是来找你的，确切的说，是找龙湾村这32户签了顺达商贸保离合同的农户。找大伙干什么？咱们那是卖草莓的购销合同，跟银行有什么关系？购销合同？陆德旺，你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。看清楚了，这合同底层的逻辑是供应链信用担保贷，钱国才以你们签的供货单为质押，在咱们行申请了农业扶持过桥贷。现在钱国才失踪，公司注销，按照合同的连带责任条款，这笔160万的贷款现在正式转嫁到你们这32个担保人头上。啥玩意儿？
160万！咱们一斤草莓都没卖出去，钱一分没见着，怎么就欠了160万了？你这是坑人，你这是诈骗！那5万块定金就是你们签署贷款激活确认书的对价，32户，每户5万块。陆德旺，你是第一顺位担保人，如果大伙还不清你的大棚和宅基地，我们会优先查封。每户5万，全村32户，龙湾村这回是真的完了。刘主任，你搞错了吧？我王大虫这辈子连信用社的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，我什么时候贷过5万块钱？我签的是卖果子协议，40块钱一斤啊！我是去赚钱的，怎么反倒欠了你们钱了？我不认，这合同我不认。对，咱们不认，这是骗子干的，你们找骗子去啊！大家冷静点，法律只认白纸黑字，这些红手印是不是你们亲手按的？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是不是陆德旺带头，每个人还领了500块钱现金？在银行的系统里，那就是你们自愿签署的连带责任承诺。钱国才已经潜逃，但这笔钱是国家拨下来的扶贫款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说过，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金子，而是砸死人的铁块。小叔，当初我拿着工商局的证据摔在你脸上，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那是假公章，你说我红眼病。陆明，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你看着大伙往火坑里跳，你一句话都不拉一把。拉？我老婆被推倒的时候，我那碎成渣的招牌在地上躺着的时候，谁拉过我一把？路是你们选的，这5万块钱的债，慢慢还吧。5万块呀，把我家这棚卖了都不够。媳妇儿带孩子回娘家了，这债要是还不清，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陆德旺这回是把咱们全村人都带进了坟坑，160万的窟窿，除非咱们村的地底下能挖出金子来。陆德旺，你个老绝兔，你当什么英雄带什么头啊？银行说了，你是第一担保人，那160万要是没人还，头一个就收咱们家的房。你让老娘去碎大棚吗？闭嘴！想想办法，总会有办法的。陆明哥，刚才我听说有几户人家已经开始打算把大棚折价卖给外村人了，可一听说背着5万块的债，人家连看都不来看。卖大棚，那点钱连利息都不够。现在全村只有我有钱，也只有我有权。他们手里那些烂在地里的命根子，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张廉价的废纸。陆德旺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怎么止损。准备好那份协议，10年收割的契约，该拿出来了。陆德旺，你给大伙交个底，这钱到底怎么办？当初你拍着胸脯说这是活财神，现在财神跑了，留下一堆债。你是不是跟钱满碗合伙坑咱们的？大锤，说话要讲良心，我也背了债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叔，你救救我吧！银行说明天就要去我家贴封条了。赔钱，你必须赔！你是第一担保人，你家那10亩地不是最好的吗？卖了赔给大伙儿。是我老糊涂，是我害了大家，是我陆德旺财迷心窍。
把全村人带到了绝路上，我赔不起呀！我那点家当连本金的零头都不够，但我知道谁能救咱们。去求陆明，只有他手里有现钱，只有他能跟银行说上话。陆明，你真的要帮他们还这笔钱？那可是160万，咱们自己的贷款还背着呢。帮，素清，这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我不是在救人，我是在买人。陆德旺那老小子终于清醒了，走吧，去迎接咱们的救世主。陆明，你出来！小叔给你跪下了，全村的老少爷们儿给你跪下了，求你开开恩，救救大家吧！那160万的债，除了你，谁也帮不了咱们了。陆明，这陆德旺在村里横了一辈子，头一回见他这么低三下四。你说这人啊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九叔，这就叫现世报。当初他们砸我招牌的时候，就该想到有这么一天。我在这儿坐了15分钟，他们这膝盖跪得还不够久。小叔，这是干什么？我这里可是黑心商人的地方，当心脏了你们的高贵膝盖。陆明，以前的事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陆德隐不是人。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罢，求你拉大伙一把，银行真的要收房了。救你们？我陆明欠银行500万，我拿什么救你？明哥，你大王村的草莓赚了那么多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的钱是大王村乡亲们的汗水，不是给骗子擦屁股的纸。既然大家想跪，那就跪着吧，全当是给那些烂在地里的草莓送终了。陆明，那10亩地，我当你爸当年留下的那10亩大棚地，我还给你。小叔，你记性不错，那10亩地本来就是你趁着我爸重病，连骗带吓从我手里黑走的，还给我那是物归原主，不是交换条件。我还手续今天就办。另外，只要你能帮大伙儿把这160万的债平了，你说什么条件，龙湾村全认了。好，既然要谈，那就谈得彻底一点。第一，10亩地今天过户；第二，龙湾村所有大棚，未来10年每年纯利润的10%归我陆明，作为我替你们还债的利息。第三，未来10年，你们所有的种植标准、农资采购、成品销售必须全部听我的。我让你们种什么，你们就种什么；我定什么价，你们就收什么钱。10%的纯利，还得听你的。陆明，这咱们不是成了你的长工了吗？长工？不想当长工，那就去当失信被执行人。明天一早法警就会来查封大棚，你们1分钱收产都没有。路我给你们摆在这儿，签了我替你们还债，不签明天太阳一出来，你们全家去大马旁要饭。我给你们1个小时商量，1个小时后不按红手印的，一律视为拒绝。10年10%啊！这等于咱们全村人在给陆明打工。这小子心太狠了，狠？再狠有那5万块钱的债狠吗？大锤儿，你家孩子开学还要交学费吗？你拿什么交？别吵了，咱们有的选吗？如果不签，明天咱们连这跪的地方都没了。陆老板，你真的打算替他们背这160万？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刘主任，这不是背债，这是我在购买这方圆10里最成熟的一条草莓生产线。只要他们按了手印，这32户农户就是我最稳定的零成本代工厂。10年，
我能从他们身上赚回5个160万。时间到了，想好了吗？龙湾村人在。10年。通知大王村，从明天起，我们开始整合2村的苗种。龙湾村的那些老残苗全部铲了。我要在路德旺那10亩地上建全省最大的智能液氮中心。爸，你当年丢掉的东西，儿子翻倍拿回来了，这只是利息。小叔，村委会的公章和账目，我已经让助理核对完了。陆明啊，既然你现在是大家伙的债主，这村里的事儿往后自然是你说了算。我没兴趣管你们的鸡毛蒜皮，但我投进去的那160万得有听得见响的地方。从今天起，龙湾村不再有私人草莓经纪人，所有的果子统一包装，统一贴牌，名字就叫天成精品。谁要是敢私下把自己家那点烂果子卖给外面的油商，合同里的违约金条款，你们可以提前翻翻。换个牌子就能发财了，还不是成了人家的打工仔？二强，你的嘴要是闲不住，仓库那边还有3000个箱子没办。大王村的模式你们也看见了，跟着我，这10年你们能把债还清，还能盖新房。陆明哥，牌子换了，人心还没彻底收回来。人心，我要的是产量和品质。人心在5万块钱债面前，分文不值。通知省城陈总，龙湾村的货我接手了，下个月开始供应量翻倍。爸，你的地我不仅拿回来了，我还让这些欺负你的人世世代代在这块地上给我干活。王大锤，你家3号棚的滴灌系统又堵了，肥料配比差了0.5个百分点。这批果子要是长出来不达标，你这1个月的工资全扣。陆老板，这天儿还没亮呢，是不是太严了点儿？精品超市不收你的差不多，在我这儿，标准就是命。二强，动作快点！这桶要是磕了碰了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九叔，我这都连着干了6个小时了，陆明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！哼，死里整！要不是陆明替你断电的损失补了，你现在该在牢里吃免费饭呢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快干。陆明说了，你每搬1000箱，能抵你那5万块债里中的50块利息。陆老板，听说你把龙湾村的果子全包了，你看咱们杨柳村的品种也不错，能不能也走你的库？王村长，入我的库可以，但我有个规矩，这种货进不了我的门。要合作，地得归我管，种子得跟我买。归你管就归你管，只要能赚到钱，咱们听你的。陆明哥，这1个季度的产值出来了。龙湾村的标准化改革非常成功，废品率下降了40%，10%的利息收回来多少？一共8万6，刚好够覆盖他们欠银行的第一笔逾期本金。陆明，你真的要把他们压得这么紧吗？苏青，人只有在枷锁里才会明白什么叫规律。龙湾村以前就是太散漫了，才会被钱满满那种人一骗就灵。我给他们立的不仅是标准，更是活下去的脊梁。2期冷库的钢结构像巨兽一样在龙湾村后山拔地而起，那边的液氮罐位再挖深2米。我要让这方圆50里的草莓，除了我这儿，没地方可去。陆德旺，你可老没用的！你看看人家隔壁王大锤，今年跟着陆明赚了5万，
把债还了，还剩下2万修屋顶。别吵了，让我安静会儿。安静！你要是死在了才安静呢。天成冷链的目标不是垄断，是整合。零散的农户没有议价权，但只要整合到我的链条里，省城的超市就得听我们的。他不是陆家的种，他是吃人的妖孽呀！陆德旺家那2亩老房子和自留地，托人收回来没有？陆德旺的老婆为了给小儿子在县城买房，背着他偷偷签了转让协议，钱已经给他了。好，让他住着吧。地，我要种上最名贵的红颜母猪。陆总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500万的贷款，这才不到2年你就全清了。应该的。我不喜欢欠别人的，尤其是银行的。以后有什么扩建需求，陆总尽管开口，额度随你挑。陆总，这地方被你经营的像个工厂啊！陈总，只有工业化的农业才是真正的精品。陆总说了，明年咱们村要搞观光采摘，让咱们都去培训当经理。苏青，你看，当年的债清了，当年的辱也还了。可你现在成了全镇的财神爷，大家都够怕你。怕才不会乱。苏青，你还记得2年前咱们在这个路口被陆德旺带着人围堵的样子吗？怎么不记得？那天你手里的合同都被他们撕烂了，我都急哭了。我那天就对自己说，如果这个世界不讲理，那我就要做那个定规矩的人。这10年协议，不仅是买他们的命，也是为了买咱们的一辈子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些人都活着，但他们都在按照我的节奏活着。苏青，以后不用再担心房产证了，这方圆100里都是咱们的家。陆总，不好了，